接下来的这位朋友呢，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老演员了啊。他今年的表现其实也，我觉得称得上脱胎换骨。我相信观众朋友也都知道了王悦纯女的好消息，对不对？掌声有请王悦。朋友们好，朋友们好，真的，节目播了看了吗？我录节目录2年了啊，上一期播出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段子，弹幕上还有人在问，他怎么来的月经啊？一个男的，怎么光看得见我的美式前字，看不见我的少女心事？好了。我真的我少女心事太多了，我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，也没有上过北大，但是我有一个真的不怎么让我省心的妈妈。我18岁刚刚出来毕业工作的时候，就赶上了我妈妈第1次车祸。不用紧张，她活得很好哈，因为后面还有第2次、第3次，也不用紧张，她到现在也活得很好。我之前一度也就思考过，我妈妈是不是去碰瓷的。我后来发现她就是单纯的运气不好。我妈这个人就那几年经常被车撞，就是一个红颜车祸水，你知道吧？第1次是被汽车撞的，第2次是电瓶车，第3次是自行车。我妈妈现在走到路上要小心一点滑板车，而且3次都是意外，甚至都是她走在斑马线上被撞的。我都在想，什么意外能来3次？就遇上孙悟空的白骨精。半夜起来开门的诸葛亮，孟母的家，大鱼的门，成都市双流区张女士本人。我还去找人给我妈算过命，真的，那个算命的他说我妈跟路不合，那是我第1次不信命的时候啊。我说那不然让我妈一大把年纪了去当空姐啊。他第1次出车祸的时候腿撞骨折了，我当时赶到医院，隔着病房的毛玻璃，我就看见我妈病床前站着一黑一白2个人。我当时以为我妈要走了，我看清楚过后，我才发现是医生和肇事司机。当时把我气的，我都想直接冲进去骂那个司机。我想说你眼睛瞎了呀？结果我冲进去过后，他们跟我说是我妈没看红绿灯。但是那句话已经顶到嗓子眼儿了，我还是大喊，我说你眼睛瞎了呀，妈。而且我18岁啊，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，我就想问他一个重点的问题，我说你当时是怎么撞到他的？那个司机就说我这么一开，你妈就这么一飞。我说哦，是这么当的空姐哈，是。而且司机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他看着我当年留了一个蘑菇头，就长得有点像金龟子哈。他说你还是去找个你们家能管事儿的男人来谈吧，我跟你一个小女孩都聊不着。我说没有，我全家都在这儿了。而且你怕小女孩干什么是吧？你怕什么怕？怕我节奏火辣，怕医院太大，怕他们还价。我们 CDC 就是这样子哈。而且我们家当时真的很穷，我那一年在成都的春熙路上卖衣服，我妈比我好一点，她在一个大厂里面当保洁。我们都是为了生活一心向前冲，就像斑马线上我的妈妈一模一样。我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缠着司机硬要钱，他留个电话号码就要走。我当时凭一个女孩的直觉，我觉得电话号码说换就要换，我说能不能加个你的 QQ？ 因为我觉得 QQ 比电话号码重要嘛，谁会舍得说换就换？你挂等级太难了。我一看他 QQ 3个太阳，我心想这把稳了。而且都到过年了，他还在拖欠医药费。但18岁的我办法多的是，因为我这么聪明的宝宝，从小就爱喝飞鹤奶粉。聪明的小脑瓜瞬间就来灵感了，还得是飞鹤。不得不说，这个 QQ 真的加的太对了。我发现他的单位就藏在他的相册，我直接去空间里面给他留言，我说你有钱充黄钻，没钱给我妈。
你都多久没来看他了？过了一会儿，他同事就在下面给他回复说：“你玩的挺大呀。”啊！你私生女都会发说了啊！第二天他就到医院里面来把钱给交上了，该说不说挺有诚意的，把他老婆也一块带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我没有想到过，我妈妈出车祸这个事儿真的像刮刮乐一样，刮开一次，里面写着再来一次。但她第二次被电瓶车撞的时候，我已经20岁了，心态上成熟了很多。春熙路就是这么磨练人哈。我当时早就已经是我们家里的顶梁墩了，而且我有了前车祸之鉴嘛，我就发现啊，穷人简直太好被打发了。我这一次要拿回属于我的所有，坚决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家既没男人又没钱。这还好，我从小就在想办法，老子办法多的是。我直接去剃了一个板寸。谢谢，你的板寸是学校给你剃的，我的板寸是社会给我剃的。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金龟子了，我是当年的韩红。我直接去超市里面买了一包最好的烟，我到了医院见着司机，我就开始拆烟，给他递烟，压着嗓子问他，我说：“就你撞了我们家太太。”司机直接被我镇住了，他说：“对不起，老爷。”一直给我道歉，我就带着他去交钱。当时感觉一切都像2年前一模一样，连我妈被撞的那条路都还是在天府大道，太离奇了。韩红老师听了都要忍不住感叹一句说：“这才是一条神奇的天路。”我妈一看医院里面钱也交上了，太太乐了。但是等这一切都结束过后，我还要骑着我的电瓶车去上班嘛。那天下了好大的雨，雨水就顺着我的板寸往下流，都辣到我的眼睛了。当时我就知道，人还是应该留美式前刺。还淋湿了我的那包软中华。我当时边骑车想哭又不敢哭，因为我必须看清楚了斑马线上到底有没有行人。这个钱不能从哪儿拿的就花在哪儿，对吧？就那几年，邻居老是看见我把我妈抬着进进出出的，我们家的日子呢又越过越好。就总感觉我们是在做什么局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妈的车祸越出越多，我的头发就越剪越短，我肩膀也越长越宽。但确实那几年没有什么人敢欺负我们，我后来也就慢慢习惯留短头发了。我现在之所以敢站在舞台上讲王悦纯女的，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短头发来保护我自己了。我现在已经有麦克风了。而且学会扛事儿就要付出代价。你看麦克风为了扛事儿都留的光头。我给我妈说过，我想写她出车祸的事儿，她说写呀写呀，我这辈子简直太好笑了。因为在我妈那儿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。我感觉我妈妈前半生真的很传奇，她被撞了3次，居然只是完好微损，简直是我心里面的神奇女侠。我现在甚至都觉得，人一辈子不出车祸才是意外，每一个平安无事的日子才是奇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是王悦，谢谢。谢谢王悦的表演。王悦，喜欢王悦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，请锁票。谢谢王悦。谢谢。这演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，你不是中间模仿了一下韩红老师？我看胡老师很像是吗？说对，我就觉得王悦，你刚刚那个模仿韩红老师，包括你那个带有四川话的口音，真的太像了。昨天我们后采的时候，然后让我做了个韩红老师表情包，我说如果你来一个灭掉世界的高音，你就是以假乱真了。回去练练。而且这一篇也是讲这个跟妈妈之间的故事，我看潇潇听的也是就很投入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因为我就是最近也参加了一档有关母女这样子的节目，然后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一些过往成长的经历、一些不好的事情，然后要用幽默的方式，就是
表达给观众还是非常需要勇气的，为你的这种勇气和这种孝心和感动吧。谢谢。对，我也想跟王悦说，就是你刚刚说你拿起那个麦克风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最厉害的是可以把自己的创伤变成掌声。哇，太懂喜剧了，真的。我相信在座的，包括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人生中都会遇到那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、无法预期的一些挫折和困难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份乐观会给很多人信心。谢谢。心态都挺好的，我妈妈心态挺好。我给节目组发那个素材，她有一次出车祸躺到医院里了，还在床上唱歌，我真的。前面是东，后面是西，左面是北，右面是南。我觉得这一季王悦的这个风格一直都是举重若轻嘛。我不知道是因为刚才看你表演是怎么着，因为我觉得这事儿对你来说甚至没有那么重，就是有点就是他可以把一个100公斤的事儿说成20公斤，但好像他今儿说这事儿吧，这事儿可能就50公斤，他说的就轻飘的，就更轻飘了。重的东西自己知道就可以了，想把开心的事儿带给观众。背后的事儿可能会相对心酸一点，因为我要边顾及工作边照顾妈妈。但是我就是想讲这个3次车祸的事儿，我觉得这个经历应该是大家也不希望大家有哈，就是我是想把我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路径，就是因为感觉第一次当上了家里的大人，就是帮着妈妈去处理这些事儿，然后有这么一头短发呢，就是能一直给自己给妈妈撑腰。所以我是想写这个东西，就是车祸，反正就是没啥大问题都能行，反正也不要有下一次了啊，就是。好了，谢谢。我觉得从去年听王悦讲，感觉你在脱口秀舞台上呈现了你的前半生，然后我就能看到一个小姑娘在成长过程中遇到过非常多的无助，但是她都靠自己学会了独立，然后慢慢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状态。我们这个舞台，像刚才表演的谢谢跟嘻哈。你们每个人来自的家庭背景、人生经历都不一样，但是都走上了同样一个舞台，都用喜剧的方式把自己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苦难也好、快乐也好，都给它消解掉，然后重新组合起来，讲成了好笑的故事。有的时候我自己看王悦跟嘻哈的表演，有时候就感觉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对照组。你会觉得嘻哈他的态度也好，他的整个的能量，他永远向外，他永远向外。然后王悦的东西永远向内，永远向内。他们讲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，但是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相交的两个东西，但是正好在这个舞台上，或者是在你们的人生中就形成某种焦点，真的很奇妙，真的很奇妙。对，而且我觉得茁壮这个专场和请回答1.58米这个专场特别像2个背靠背的专场，如此迥异的人生，但是，因为你们很有喜剧才华，所以你们所有经历的苦难都成为了财富。其实真的是，我觉得这是我们脱口秀演员很幸运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能遇到脱口秀这件事情，不然那一切苦难就只是苦难而已。是的。王悦，哎。又上发条了。再提醒你一件事儿，不管是美式前字还是少女心事 ，vivo S30都能帮你记录。快乐你就 vivo life， 每个平安无事的日子，咱们和太太一起乐。好。那再次感谢王悦，王悦也是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4票。我们暂时不公布他的票数，请前往待定区就坐。谢谢。你的板寸是学校给你的，我的板寸是社会给我剃的。其实那句话听了其实还比较心疼了，但是他想以这样的方式拿出来，然后给这个故事做一个好的交代和归宿。拿到线上，大家可以反复的听。其实如果认真的听，其实能够听出王悦的成长。把头发剃掉，它代表的是一种他要改变自己的身份，改变别人看待他的目光。很高兴他今天有能力，他告诉大家王悦我是个女神。对，我觉得他变得强大了。往往你知道就是变强大，我们才敢讲真话。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：王悦留长发绝对不好看。说啥子哦？他们见过你留长头发没有嘛？哎呀，我自己都没见过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王悦留什么头发都好看。哎呀，你小点声。来瓶备茶，非常醇厚，消消气儿。什么？这个人说嘻哈太吵了，你哪里吵？你刚才也嫌我吵。
能一样吗？我这个是说的是，算了，不用理他们。来，绿茶，清香鲜爽，去皂。啊！他们说不相信统一春福无糖茶，茶香倍儿足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个我真的是忍不了，我简直岂有此理！我真的这么好，这么好，我天哪，我真的简直不知道这些人真的，我气要上来了，我真的，天哪，我真的。